可以去。然后皮料切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入铲皮阶段啊？大铲和801，然后这块它不算工具，所以咱们暂时过。然后再下一个环节呢，就是到台面了。台面就是粘合，粘合呢肯定要用到胶水啊，用的最多的1816B 啊，没有味道，水性白胶啊，这个都快被捧上神坛了，进口的，挺贵，大概1000块钱10公斤吧。关于胶水这种，我用最多是粉胶啊，因为粉胶它粘合力比较弱，有容错率啊，就是我贴错了之后，我可以撕开再重新贴，但是它的这个粘合强度不强。还有一种呢是黄胶啊，这种黄胶看起来比较深啊，因为我最近有4、5个月没有干活了，所以很多胶水都已经固化了。然后这时候我会用稀释剂啊，黄胶专用的稀释剂去稀释它，有时候会调节一些粘度啊，像这种都已经固化了。还能救回来，但是有的时候我懒得费那个时间了，一瓶胶没几块钱啊，我的时间比这个胶要值钱。白胶、粉胶、黄胶啊，做鞋的时候还需要用到树脂胶，那个不是我们做包用的，所以也不去讨论了。粘合的时候还会用到这个胶带啊，这个是美温纸胶带，有时候做一些遮挡或者做一些临时固定会用到啊，它胶性比较低，它不会移胶。比如说五金，我做完之后我会把五金包起来，然后等做完之后再把它展开，它不至于说把我的五金粘的很粘手。双面胶啊，固定图纸用，还有就是固定拉链啊，还有一些布做一些折边的时候会用。双面胶呢，我只推荐这个30mm，5毫米宽，3毫米宽也可以啊。用国产的双面胶我也用过，便宜是便宜，但是那个东西移胶，就是这个胶带我撕完之后，那个皮料上或图纸上摸上去都黏黏的啊，就很不好用。没必要说因为省这点小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你随便一块皮料的钱都能买好多这个东西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然后这是上胶板，因为我现在更多的胶都是用喷的了，喷胶有太多好处了。第一，速度很快啊，喷这么大一个面积呢，几下就完事儿。第二呢，很薄。第三，均匀。像上这种胶的话，它很难控制，有的时候会上多上少，所以说，这些胶我都会保留这个平嘴的结构。以前大面积的涂胶的时候，我会用这个布啊包一个这个头，然后去这样大面积的去刷，基本上一天换一块布就可以了。用个尼龙扎带一扎，尼龙扎带一扎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也很少用了。偶尔有一些边角不太好操作的时候，我会用这个带小嘴的地方给它把胶上去，然后再用这个刮胶板啊给它涂抹一下。胶水呢，关于粘合还有一个工具要补啊，就是这个压合轮啊，就是粘合完之后要给它压合一下，这样让它粘合的更紧密。然后这个压轮呢，就是推荐这种带轴承的啊，它转起来不吱嘎吱嘎响，然后它也比较沉啊，比较好用，一宽一窄。如果只买一个的话，买窄的啊；如果可以的话，2个都买。那种20、30块钱的嘎吱咯吱的那个不建议买，用起来咯吱咯吱响不说，用着不是螺丝掉了，就是你就反正很糟心啊。然后下面就是塑形棒啊，有木头的然后有这种檀木的，有这种酸枣汁的，有这种骨头的，还有这个钱宇做的不锈钢的各有利弊吧。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骨头的。第一呢，它材质比较温润啊，就是一些皮革它不会有明显的划痕就是起型塑骨的起骨塑形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多。木头的呢，要么太锋利要么呢太钝。怎么说呢？拍照的时候我当道具会用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不太会用。然后不锈钢的这个也还可以，但是它这个有的时候掉地上就把这个尖儿给砸钝掉了，然后就不好修复了当然这个不是工具的问题这是我使用的问题，使用不当然后不锈钢的这个还可以吧，就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太锋利了，它不像这个骨头的如果我觉得锋利了，我稍微拿砂纸打磨，它就很好用一面相对锋利，一面相对不锋利。但是这个
二次加工的时候就有点费劲了。你要知道，很多工具啊买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想发挥工具最佳的一个性能，通常都需要二次加工啊，比如说自己打磨这儿啊，修一修那儿啊，然后来通过改变工具更符合自己的操作习惯。但是有的就不是太有的就不太好加工。那这个呢几块钱吧，我忘了，这个也是几块钱，这个几十块钱上百块钱都有啊，这个看大家个人喜欢。如果说只买一个就买这个就 OK 了啊，几块钱骨头的，不要买那个塑料的啊，5块钱以下的那是塑料的，那个就不推荐大家买了，买这种骨头。这不是脏的啊，这是骨头带的那种，这是骨头带的那个孔啊，这是塑形棒。